嗨，大家好，我是阿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利用 OpenAI 最新的 GPT-40 的模型，把这个模型的聊天机器人潜入到我们自己的网站里面来，让你的网站的话也拥有最先进的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OpenAI 的话，它这个 O 是代表 OMNI， 英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的话，它同时可以处理文字、声音、图片，那以后的话甚至是视频。 GPT-4o 的话，它的输出速度是 GPT-4 2倍，速率的话现在也提高了5倍。对于那些需要大量使用的开发者来说，每分钟可以处理高达1000万个 token。 如果你是买 AI 解决方案，或者说想改进你的网站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那你可以好好听一听本期的视频，让你的网站的话有一个全能的 GPT 聊天机器人，可以轻松集成到你的网站里面来。我们问一下 GPT-4 跟 GPT-4o 跟 GPT-3.5 它们有什么区别？我们输出命令GPT-4 to B 通常称为 GPT-4o 和 GPT-3.5 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主要涉及模型性能、处理速度、价格以及用途。以下是它们的对比分析，1、2、3个模型都有对比的分析啊，性能的对比、参数量的对比、使用场景的对比，我们下来都可以去看的啊。如果还有小伙伴们没有 GPT-4o 的，通过视频下方有产品链接啊，直接点击下载注册就可以使用。这基本相当是一个万能的智能 AI 工具啊，非常的好用，而且它都有给我们3个版本的一个总结，就是你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模型。如果需要高精度且接受较高的成本的 GPT-4 是最佳选择，如果注重性价比且需要快响应的 GPT-4 to B 是很好的折中方案，而 GPT-3.5 则适合普通任务更快响应速度的。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对应的版本，因为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查到更具体的详细的信息。那你可能不懂编程、不懂代码，这都很正常的。那我也不是一个程序员，那我们依然非常轻松来实现这个功能。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叫做 Chatbase， 而相关连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简介里面啊。兄弟们现在也可以暂停一下视频，打开这个网站，跟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Chatbase 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在网站上创建一个聊天机器人，可以上传数据来训练这个聊天机器人，让它回答问题。它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功能，它还可以完美的与我们第三方软件，比如说 Rap 或者说 Watch APP 的完美融合在一起。简单的说来，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网站上放一个 AI 聊天的机器人。那我们要拥有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我们在这里的话首先要建一个模型啊。我们点这里构建你的聊天机器人，或者这里免费试用都是可以的。我们点击这里，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邮件啊，你可以用你现有的 GM 邮箱，你可以用你的 GM 邮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比如阿龙在这里选一个，我们点击继续，创建你的团队，这是你的团队在 Base 里面中可见的名称。那我们在这里随便输个阿龙吧，反正网址就随便乱写一个。重新来一下啊，名字已经被占用啊。OK， 我们已经创建成功。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创建一个新的机器人。这时候呢，你可以上传一些文档啊。假如你是卖服装的，那你们平时的话可能会经常遇到客户问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整理成 PDF、DOS、DOSX、TXT 都是可以的啊。整理成文本，它可以支持这么多种格式的。或者说你是做金融股票的一个公司，客户也会经常问到你一些关于股票啊、关于金融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你也可以把这些基础知识做成一个 PDF 的文档，直接上传到我们 Chatbase 里面就可以了。那我来到这个 PDF 这里有个网站啊，专门下载 PDF 文件的。我今天就随便找一个 PDF 电子的书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吧，就选这个吧。那这本书我们翻译一下叫什么？我们翻译出来是产量的力量 PDF 综合指南啊，这本书。那我们直接点这个下载，那我们直接点这里可以下载，这我们已经点一下，我们这里下载。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文档了，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了啊。我们把刚才下载的上传上来，那 OK， 我们的上传过来了。而且它这里还有要求的啊，4000限额，我们是7万多 ，OK， 我们是符合要求的。在这里我们有几种方式啊，也不光是说可以下载，我们这里也有文本。
你可以用 TXT 直接打出来复制过来也可以的，或者这里直接把网站对应的网站连接抓取过来也可以的。还有这里问答，就是你自己去编辑你想要的问题，让它来训练。这里还有个 Noteshare， 也可以直接连接你的 Noteshare 里面的内容来训练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上传 PDF 这个地方。那 ChatGPT 4它还有功能，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刚才上传这个文档直接帮我们分析总结。ChatGPT 4这里有一个附加文件，我们点一下，可以从电脑上上传我们刚才下载的文章，帮我分析以上 PDF 内容，帮我总结分析以上 PDF 的内容，我们直接发给 GPT 4，你看它马上就给我们输出答案了，是不是很 nice？ 文档讨论了预测衰退的难题，特别是收益曲线的持久预测能力，主要内容包括1、2、3、4个点，它给我们：第一是收益曲线预测衰退，二是经济学预测衰退的挑战，第三是收益曲线与专业的预测者的对比，第四是预测中的矛盾。他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该文档探讨了预测经济衰退的复杂性，以及收益曲线作为一个相对简单的指标，在实际中展现出了强大的预测，是不是非常厉害？他马上就给我们总结出来了。那它里面的话肯定有非常多的专业的一些知识，我们做的是一个金融类的网站，那里面的话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常见的关于一些金融的专业术语啊，如果你不懂，那我们就可以把 PDF 先做好以后的话，就交给我们这个机器人，让它来训练。当顾客有相关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从我们这本书里面来调取相关的内容，然后回答给我们的客户。好，回到我们这里上传进来的我直接点击一个创建新的机器人，它就在给我们开始训练了。这里可能要等个1分钟左右即使我们不懂代码，那么也可以快速的搞定这件事情它已经帮我们创建好了，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跟它聊天了。你好，看可不可以我们试一下，它马上回了，你好，证明也是 OK 的那我打开了我刚才下载好的这个书里面我看它有些什么专业的内容，我们可以直接问一下机器人，看它知不知道。我们就复制这个过去吧，看一下它能不能回答是不是很厉害。定义衰退是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局 NBER 说法，衰退是经济活动大幅度，也就是专业的知识，它马上就给我们回答出来了，那就是非常的专业。那如果说没有经过训练的一个 AI 的话，它是回答不了这些复杂性的问题它有了我们这个专业资料给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分析了。那我们刚才是随便在 PDF 里面找了这么一段文字粘贴进来，对不对？我们用中文提的，它就用中文回，对，而且还给我们了一个中英文对照表。那这个 SPD 专业的预算调查大概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了。那说明这个机器人的话已经训练成功了。假如说你做的是一个金融类的网站，可以直接嵌入到你的金融类的网站。如果你是卖电器的，那关于电器很多常见的问题，你可以先把这些常见的问题编辑放在一个 PDF 的文档里面，然后上传到 ChatBase 训练一下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话，它就可以调用到 GPT-4o 最新的模型里来帮我们回答这些比较常见的常用的问题。后面的话还有一些简单的设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话，它这个训练状态已经是受过训练的，已经 OK。 模型的话它是用的 GPT-4o 的模型，当然在这里你也可以更改你想用哪一个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更改，当然建议还是用ChatGPT-4o它是最合适的。下面这个是温度这个温度是什么东西？较低的温度例如 0.2 会产生可预测的响应，较高的温度例如1会产生多样化富有创意的输出，在0和1之间进行调整，可实现连贯性或创造性。一般我们不去改它就默认的好了。那这个就是系统提示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们就不管它。那这个指示我们翻译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人工智能聊天的机器人，帮助用户解决他们的查询问题的请求。你的目标是随时提供出色友好的高效的回复，你的职责是认真倾听用户，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或引导他们找到适当的资源。如果问题不明确，请提出澄清性的问题。那大概的话给 GPT 的一些提示词当然这些提示词你也可以自己去改，
如果不改的话也没关系，直接用它的默认的也就可以。它里面的话还有内置了一些提示词，比如说专业的销售代码呀这些东西，还有语言专家呀、销售专家呀，还有一些代码专家啊等等，里面有它内置的这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AI 聊天机器人那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设置，点击一下这里聊天界面，我们来到这个聊天界面，初始语言也可以改，比如说改成什么 How do you do 啊，你好啊，这都可以啊，这都是可以改的啊。改成你好，它这里就显示你好了，反正都是可以随便改的啊。这里建议消息，比如说改成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帮到你。那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占位号，那就是我们这里默认的话，它显示什么字，你可以在这里面填。我默认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啊。那这里比如什么字体啊，你可以选要不要斜呀、下划线、连接啊，你可以放置你的连接，你想放一个什么连接都可以的啊。这个是对齐，比如在这里面你可以使用它来添加免责声明或隐私政策的连接。显示名称的话，比如说那我这里可以写个阿龙啊，或者资料图片可以上传你自己的图片，在你的文件夹，比如说选这个添加图片，这聊天图标也可以啊。这个我们下来自己就去试一下吧。消息颜色这都可以重置的，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都可以啊。那我们就选这个颜色吧。这里还是可以将用户的消息颜色与聊天机器人聊天同步，那我们这里就不同步了啊。这个对齐聊天泡按钮，我们就自动显示初始消息弹出窗口60秒啊，复数仅1，这都是有要求的。那这基本上 OK 了啊。那这就是基本简单一个聊天的一个设置啊。这分析来源的话，就我们下载的。活动的话，我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就是我们今天跟的机器人聊天的一个活动。那还有一个连接啊。那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话，它可以整合到 Repass 跟 WePost， 还有很多平台的话也是可以的啊。那未来的话，它可能会支持 APP 啊、Shopify 啊等等。那等一下呢，我们让它整合到我们的一个 WePost 网站里面，我马上来教大家怎么操作啊。如果你的网站程序用在 WePost 搭建的，那就非常简单。接下来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那我们先回到这个 Chatbot， 点击这个嵌入，聊天机器人是私密的，共享聊天机器人会将可见性改变为公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如果没有点公开，它只是私密的，其他人没办法看到的。我们点公开，我们点击公开过后呢，这里就会显示这个有潜入的代码啊，我们就获得了这样一串代码。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代码的话放在我们网站里面去，它就可以直接调用出来。马上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操作啊。那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以后呢，我们点击左边一个插件，我们要安装一个新插件。如果说你不懂代码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Web3里面安装一个 WCODE 这个插件。那这第一个就出来了啊，我们写个立即安装。因为我们安装这个插件来更改网站的一个代码，直接用这个插件的话，可以轻松把各种各样的一个代码嵌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我们点击过后直接启用啊，或者说你可以来到我们仪表盘后台，那我们点了启用，这里显示已启用了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回到这个Chatbot这个网站，把我们刚才这段脚本我们复制第二段啊，安装好的插件这里看得到，设置里面点第一个，点自定义，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再点一个添加自定义代码片段，我们选这个驾驶的，我们再把这个第二个复制过来。那我们复制粘贴代码过后，这里点一个积极的，点击再保存代码片段就 OK。这里自动插入的啊，我们就不用更改了。这里显示的话，电脑端这是平板的吧，这个就是手机的，这需要升级啊，这就不管了。下面的话基本上没啥的啊，就点击个更新，再点击一下更新就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击这个网站查看站点，那看一下我们机器人被加载进来了，我们右下角这里就 OK 了啊。那有这个图标，我们就可以进行聊天了。我们就来测试一下，你看刚才我弄过改的上传的头像是不是已经改了？它应该是我有什么帮助你？那我再问一下，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助到你？那证明我们这个机器人已经嵌入到这个网站里面来了。那我们来问一下他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吧，看他能不能回答好。比如说刚才我们打开这个文章，随便复制一段啊，这一段吧，或者这个随便复制一段啊，我们让他来给我们测试一下，你看完全没有问题啊，它完全可以回复，它调用了我们刚才给它训练的这个 PDF 文档里面的一些文本信息啊，用这里面的文本信息来回答我们。当然这些都是专业的啊，因为我刚才做的是一个关于理财金融的一个知识，对不对？那这里面的知识非常专业，那如果你的 GPT 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一般是很难回答出来的，对不对？
这么专业的问题，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聊天机器人的话已经设置成功了，那基本上任何没有问题。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看他用中文能不能回答啊？请用回复，那同样没有问题啊。你看。当然可以，你对经济衰退概率预测感兴趣？关于预测的衰退有多种方法，包括专业预测调查的 SPF 和收益曲线性的模型，同样可以用中文来回复我们啊，非常棒的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就顺利安装到我们网站里面了，网站里面就拥有了一个ChatGPT 4o 的一个聊天 AI 机器人了，非常的专业。那如果说你是做其他行业的话，网站里面需要客服帮你做很多工作，我建议大家最好在你的网站里面也嵌入这样一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它可以帮你节省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那你的人工客服是不是都可以少请2个了？你平时比较常用的问题啊，也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了，顾客经常问到的问题啊，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你全部帮他写好过后，放在一个 PDF 文档里面，上传到我们的Chartbase，让Chartbase的话把我们这个聊天训练一下，训练好以后直接嵌入到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来，那这样是不是非常的棒？好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相信小伙伴们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哦，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